说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够喜欢，你就会坚持下去啊，就这么简单啊。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一个人，你24小时都会等他的电话，不是吗？他去哪里你就去载他，你会愿意去付出这件事情的啊。可是如果你今天做了2-3次，然后就觉得我不要了，你就没有那么喜欢他。我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表演系的朋友分享过一个很酷的事情，他毕业了20几年，但是他一直没有火红，但他一样是戏接不完。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旁边一个朋友跟他说，你的演戏演20年了，你都不红，不要演了吧你。从旁人的眼光会觉得说你必须要红了才叫演员，但我那个同学他就说没有啊，我这20年来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演戏是因为我喜欢演戏，不是为了要红。我红跟不红有关系吗？那就像我今天开的这间餐厅，我就一定要开200间连锁店我才叫成功吗？成功是你永远都知道你在干嘛，你喜欢，然后你觉得过得很开心，这才叫做成功吧。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坚持跟不坚持，就是你如果喜欢你就会做下去，就这样。那如果你觉得我想放弃，那你就放弃吧。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大家好，我是 Elaine， 最短命的网红 ，AKA 全民老干妈。谢谢大家的喜欢，我要开新频道了，请大家多订阅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那今天喝什么呢？因为我今天重感冒，所以我今天喝那个发泡锭。干杯，人生啊 ，Cheers！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这单元就要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爱选戏的 King。嗨，大家好，我是好用黄浩勇。大家可能认识你的角色，最著名的应该是那个人选之人，伸出咸猪手的简哥。对，我去年很有趣，在路上被认出来的时候，他们叫不出我的名字，然后就说你是那个色狼。然后我就说对，我是那个色狼，谢谢大家。对，我从小其实没有想要当演员，我从小其实想当歌手，很喜欢唱歌，然后我会在洗澡的时候一直唱歌，唱到我妈生气的那种。你是占用多久的时间？对，我妈在睡午觉，然后我就泡在浴缸里面，我就一直唱。然后其实我妈没有直接骂我，我在套厅处，我住3楼，我就听到我妈跟我爸说：“吼，恁囝啊，我在困中岛的时候，一直唱到困没起啦。”然后才知道原来他在抱怨这件事。怎么会从小会喜欢往歌手这一条路去？就觉得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一直都觉得，我到现在更深刻的感受会是，当你洗澡的时候很放松的时候，那个歌声最好听。原因是因为当你要唱给有人听的时候，你就会有压力，你就会得失心，所以你的歌声反而没有办法那么自然跟纯粹。然后唱着唱着就唱到国中的全校第2名歌唱比赛，大概是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当歌手，可是我是高雄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1990几年忘了，那个时候没有流行音乐的科系，所以我就想说，那个年代都是港星，比方说郭富城就唱歌，然后又去演戏，演戏的就去唱歌，那唱歌的就去演戏，那我就去学演戏啊，好像就可以跨来跨去这样子。对，因为我哥哥是中华艺校毕业，他是舞蹈科，然后我就知道学校有一个影剧科，然后就觉得那我要去当演员，演员就可以更靠近唱歌这件事情。其实最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这样，去念了中华艺校才发现他学舞台剧呢。哈，舞台剧跟我想不一样呢。就这样一开始就踏进去剧场，然后就觉得剧场好好玩，就是现场的跟你拍戏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后来就觉得好像自己离唱歌有一点点远，可是还是一直在学校唱歌，就唱歌唱比赛，一直都在学表演，所以其实学科很烂，学科会倒数3名的那种，然后术科前3名的那种，然后就一直被派出去招生唱歌，领嘉奖，把那些分数补回来。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其实觉得如果我想要结合唱歌跟演戏，那其实音乐剧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可是那个时候台湾的音乐剧才刚开始，所以变成我也没有的去，所以我就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在剧场里面演戏。后来想要去考北艺大，因为那个时候的第一志愿是台北艺术大学，考了学科没过，连术科都不用考。然后那一年是不能提早当兵的。听到有一个朋友他说有一间学校叫上海戏剧学院，是还不错的学校，所以我的大学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念的。然后我就飞去上海，然后念了戏剧，然后回台湾。就是在上海念书，你觉得跟你认知的台湾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其实蛮不一样的，因为我在上海念书
的时候，他们其实很要求写实表演。然后后来有跟一些北艺大的朋友聊天，他们说其实在学校其实是五花八门，什么都学的。然后我就突然觉得上海戏剧学院的要求很棒，是因为比方说大学4年，我们要求前3年都要学写实表演，你到第4年才能去演那些无为不为的其他事情，所以你的表演功很扎实。那我很喜欢举一个很烂的例子，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念书的时候，然后已经念到高年级了嘛，要毕业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师弟，我们叫师哥师弟，表演系的师弟，那我是导演系的，1年级的学生走进来说，师哥好，帅帅的白白的，看起来有点土的小孩。然后过了10几年之后，我发现他是胡歌。刚刚有提到4个字的专有名词，那是什么意思？写实表演。写实表演就是简单解释，就是我演的很真实，然后很纯粹，我想到什么做什么，然后一切都是很真实的反应。我之前听说那种表演科的不是会出一些题目，就是会呼吸的桌子。对，那就不是写实的。我可以举那个他们曾经有1年的艺术学院的考试题目是，你一抽起来，你是一只心中充满惆怅的蟑螂。你快点，你演演看。我们开一个，假设你今天抽到这个题目，你演演看。对，然后另外一题是抽起来红色。你说这我不知道怎么演的。它其实是在考你的想象力。红色你会延伸什么？你会想到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只看表面上的题目，它其实是要延伸。那你有想象力，那不错，逻辑上是这样。但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就是没有演什么惆怅的蟑螂。你那时候演什么？就是很纯粹的一些传统的戏啊，罗密欧朱丽叶啊，然后大陆的那些雷雨啊，或什么那些，必须要求你很真实的纯粹的戏剧。所以那时候从上海回来之后，我后来从上海回台湾之后，当然就先去当兵，然后当完兵之后，我在高雄的剧团待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发现高雄的剧团其实很少，然后也很小，我很经常排戏排3-4个月就只演4场，投资报酬率非常低。后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学姐，她刚好认识另外一个学姐在屏风表演班，然后那个时候她就问说，学弟啊，你有别来带宝宝啊呢？然后我想说，那真的要演戏，那要去台北啊，不是高雄不好，可是因为高雄就是没有剧团，没有电视台，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那你要不要来屏风演一个小角色，3句台词？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高雄都是一直在演撑2个小时的男主角哦，我就觉得三句台词哦。后来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因为那个世界才会打开，所以我就毅然决然觉得我不要留在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的剧团都说，然后你去台北那演那小角色干嘛啦？我的台词是的，陛下。然后最长那句叫传令城堡上全放起炮来。然后那个戏是屏风很有名的戏，叫《沙姆雷特》。然后就从那个小角色开始。可是跟我同梯的是黄家千跟朱德刚，就是我们是同时进屏风的，是2006年。然后那个时候的大哥们就是曾国成啊、郭子乾啊、钟欣凌啊、月姐啊。然后就发现天哪，在他们身边你才能够一直学习跟偷到东西。可是当我在高雄我演男主角的时候，是我在教那些新来的人，那我怎么可能会进步？那个时候其实非常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刚不是说我只有3句台词吗？那3句台词之后就变成在排练我都没事啊，我就在旁边晃啊晃啊晃啊，小朋友就帮忙搬道具干嘛干嘛干嘛。然后那一些哥啊姐啊们就很忙，所以他们很少来之后，有时候排到这一场戏，那个谁不在，这个时候机会就来了，所以拿着剧本来上去演他的角色，比方说演晨晨哥的角色、郭哥的角色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代排好像还蛮不错的，因为我这样可以让大家排戏比较顺利。既然你要演，你就要有情绪的演他，所以我们就不是只是念台词，是学他演。然后就在学他演的过程当中发现，原来他会这样诠释。然后于是我就试了1个、2个、3个。这个时候国秀阿北就走过来说，那以后谁没来你就上去立百代。于是我就从我的3句台词变成整个剧本我都会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没有来的时候，我就把整本男生的角色全部背完。那这就是我的练功啊！我如果只有那3句台词，我只能在旁边看，但是他没有来，我可以上去。其实这蛮符合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些现象，就是比如说，我觉得现在的人大部分太唯利主义，而且蛮信奉这个点，就是那不是我的事，那你要叫我做没关系，那你付我多少钱？那我觉得反倒是像这样子，我虽然可能只有3句台词，甚至我以前是从男主角，现在去那边当个跑龙套的，可是他对我来讲 maybe 就是一个机会。那再怎么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就是我常讲先付出，可是我觉得现在人大部分都是先求有，没有的情况下我就不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有遇到，现在排练的时候遇到那些小朋友很可怕，歌没来，然后你请他带，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现在小朋友比较多知道，我不能说全部，我领的薪水就是那个小角色的那个这就是我在旁边休息啊，我们就跳出来跟他说，你这样可以练功然后他说是哦，然后就去玩手机了。
那我比较好奇，像舞台剧演员薪水是在这个档期内，他都是有薪水的吗？应该是舞台剧演员是演一场算一场的钱，所以那个时候像疫情期间，我们只要一个取消，你就是零。比方说，我刚是不是有举例，在高雄可能排戏排了4个月，只演3场，那我就只有3场的钱啊。排练的话，排练费可能一个时段就200、250，所以我一天整个排完最多就500块钱，最多。这样其实从事戏剧表演要有钱奖的，你会饿死。饿死吧。如果你下午有排练，晚上也有排练，一个时段250，那就是500啊。但是你要看哦，我们演出如果4场，给你们猜，刚出社会的剧场演员一场可以多少钱？我今天早上要进剧场化妆，下午彩排，然后晚上演出啊，一个戏可能都大概2个小时左右嘛。一整天耗给他，我觉得收个8000到1万。我猜是5000、6000。8000到1万的话，你要在这个业界至少超过15年才有啊。这投报率超低。我们先不算明星空降这件事情哦，纯粹的剧场人。我刚出来演戏的时候，我先从那个学校的校园宣导演10个国中，然后10场。一场1000，对，1000，然后1000之后等于10场我拿了1万，还要扣税，所以我拿到9000。对，然后拿到9000又不是演完就给你哦，是演完他们请款之后的3个月才给你。那从事表演，我觉得那真的是把它当成他自己的热忱跟兴趣。但是我现在谈的是最早之前嘛。那当你到了职业剧场的时候，它其实场次就会比较多了。那比方说我在屏风表演班，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就那一个上半年就演了25场。我如果一场很少钱，但是薄利多销，那也比较多钱啊。可是如果像我刚刚说的所谓的 OK， 我在高雄演男主角，我一场是2500，我拍了4个月，然后我演4场。我收入是1万台币呢，然后我再加上排练费1天500，我可能好3万台币或4万台币，4个月呢。人必须还是得回归到现实，在摸索机会的这一段期间，你有做什么样其他的工作吗？自己后来，因为我也是表演老师，都会跟学生说，你必须要有第2专场跟第3专场。我那个时候做的事情是去配音，我在高雄会配那种哇，家乐福周年庆了，买1送100，对，大概是这种。然后就你会在各大电台听到，我就去录1支30秒的广告，然后这样就是几千去补生活。但重点是你有可能1个礼拜只有1支或2支，它不是每天都有的。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克服那一种心中的恐惧？其实会蛮羡慕那一些正常生活的人。那我们其实最早期的逻辑会比较偏向，我有信用卡，这个月没有收入，我就先刷完之后等到收入进来，然后付，没钱，它就是一个这样圆圈圈。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你收入多一点，就会还可以存到一点点。但是如果当你连续没有工作的时候，它就会零。很喜欢举例子，就是我可能这个月的收入是15万到20万，但我接下来可能4个月到6个月我没有工作，那这样到底是赚多还是赚少？所以变成你只有2种方式，一个叫做薄利多销，你的工作机会很多；一个就是你演1场或拍1个戏钱很多，只有这2个结果。那时候有接一些学生找的那些学生片吗？完全没有，原因是因为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从上海戏剧学院回台湾之后，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嘛，然后去当完兵之后回来，身体超健康的，然后很健康完了之后就觉得，青春的身体是可以挥霍的，所以就熬夜啊，排戏干嘛干嘛，然后拍影片干嘛。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我好像感冒，我的头很痛，突然间一个 moment， 我觉得右边的头快裂开，然后大概这么夸张的痛。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当没事了，我就去看耳鼻喉科。然后耳鼻喉科就说：“少年呢，你不带劲呢。”我说：“可是我很像感冒，我头很痛啊。”然后他就说：“来，你闭眼睛。”结果一闭眼睛的时候，发现我眼睛是闭不起来的。他才跟我说：“那你要不要去看脑神经科？”我就想说，我不是感冒吗？为什么需要那么严重？直到我去脑神经科之后，他就一样叫我闭眼睛，然后他再跟我说：“先生，你这个是颜面神经麻痹哦，就是类似中风。”我当场吓死了。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在前几天我在洗脸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会痛，可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眼睛是闭不起来的。然后就去脑神经科，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你如果没有弄好，你的脸会歪掉。”那我是个演员，我那个时候还在拍片，所以渐渐的我的右边的脸就不会动。发生了一个很丢脸的事情，是我还在拍一个税捐处的影片，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我的右边的脸现在不能动了啊，你们影片还没拍完，所以我要继续拍。”他就说：“那就拍你的左脸吧，不然呢？”那个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因为你就是先从好好的一个人变成半张脸不能动。半张脸不能动的时候，我的那个嘴巴我是没办法发 F 的音的，所以我去吃饭的时候，我永远都在最靠墙边的那个角落，然后说：“老板，我要一碗牛肉面。”因为连说
话都说不清楚了，所以我就默默的在那个角落吃，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像科学怪人还是钟楼怪人，就是半张脸不能动。其实那个治疗他的药就是类固醇，然后我就是每天去打针，我就这样打了1个月，然后那1个月之后加上自我放弃，我觉得老天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我从58公斤胖到93公斤，然后胖到93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高雄，就刚好是要去台北进屏幕表演班之前，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自卑感，那个自卑感就让我觉得我不要拍影像，我不想要看到胖的跟猪一样的黄浩勇。然后也因为到了台北之后，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于是我就认识新的人，所以你们看到我是胖的很正常。可是如果我遇到的是旧的朋友，他们就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弃自己？然后我又要再一次告诉他们我生病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伤痛。所以我其实那一段时间是很排斥影像的，加上我原本就很喜欢剧场，所以我就是很纯粹觉得剧场很远，所以你们看不到我的脸有问题，就是这样一路一直到现在。是我无法想象，你刚刚讲的时候，我都想要我是不是应该要闭一下眼睛，确认一下我是不是但那一年真的很辛苦，刚好是太岁年，所以我接二连三，我是先骑摩托车累残，然后我的阿嬷过世，然后我颜面神经麻痹，就在1个月之内发生完。但是我的人生就从那一秒钟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以前就我刚说的嘛，高中就演主角，然后去上海戏剧学院。其实上海戏剧学院是一间很难考的学校，我们学校是9000个人选30个，然后就以前回来就会有一个光环这样，所以其实眼睛是长在很奇怪的地方这样。后来就因为颜面神经麻痹这件事情，它其实让我回到一个很纯粹的样子。以前专业很强，所以别人不会告诉你实话，他会觉得你很优秀，所以他不会告诉你哪里不好。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发现我自己哪里是不好的，我就永远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演员。颜面神经麻痹之后就开始变胖嘛，那变胖之后你就没有那些福利了嘛，不是帅的嘛，不是瘦的嘛，然后大家就给你真面目，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些是真面目哦，原来没有包装的语言是这样。所以我在那一个生病的期间，我意识到我需要懂得谦虚，我需要懂得去跟别人相处，我需要去懂得去感受别人。以前的那个骄傲有多糟糕呢？是我高中我在当实习导演的时候，高3哦，我的同学进来排练，我是坐在那边，因为我功课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他们走进来就拿着剧本，我就说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拿着剧本？要丢本才能来排戏啊？为什么没背完？我的态度是这样哦，然后就说你们现在在浪费我的时间，我走了，我就去看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你们没有要这么努力，为什么我要跟你们一样？以前是这么教，可是我的态度是我要求专业，所以我的态度是一个很苛刻的一个糟糕的学长。到后来才发现，其实就算别人没有背，那又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要自己自以为是的跟别人这样说话？那一个生病把所有的这些骄傲跟自以为是全部打掉，应该也是在那一段时间看了很多，经历很多人情冷暖。是我常讲的，就是人在最好的时候的朋友都不是朋友，都是割来割去的。是。可是人其实真正能看到的，其实是在你最低谷的时候，到底还有谁留在你身边？后来是怎么样经历过这个低谷，然后再往上爬起来？其实就是接受啊。我生命当中有很多贵人是很棒的。我进屏幕表演班之后，我就是一个胖的嘛。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觉得我就这样啊，我也会偶尔分享这些故事，可是我在分享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过不去的，那个时候还是自卑的，所以每次讲到这个故事，我就会觉得很难过。然后后来在排女儿红的时候，丽英姐她就在辗转的旁边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个故事。我们在剧场哦，他特别这样走过来我这个小朋友旁边说，姐跟你说，姐也想当林青霞，但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每个人都有他适合的样子，所以姐也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在意自己长得怎么样，姐就是喜欢表演。那你为什么要因为你生病变胖了你就不喜欢表演了呢？然后我当时就这样，对啊，胖了还是我不是吗？那为什么我胖了我就不想要上镜头？我其实是因为我的自卑感而不想去，而不是别人觉得你不好，不是吗？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点一滴，我又愿意接受拍戏，我就是接受我变胖这件事情。我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我以为我过了，但是事实上没过。然后我以为过了，事实上没过，一直到10年后的某一天，我才意识到我好像有过了。还有另外一个契机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所以我会有一帮同学。而我在好像2015年吧，我拍了一个戏叫《深夜食堂》，是中国拍的，是蔡岳勋导演，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导演，居然是我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他就来到台湾了。那我刚是不是有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当我到了台北之后，我其实没有跟以前的人联系了，因为我变胖之后，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我的所有上海的朋友，我都没有任何联络，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而那个时候拍戏的时候，是那个导演带着一帮我的同学来台湾拍戏，然后我就被逼着我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在拍的当下，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好，我是黄浩勇。他们先露出一种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然后我就一样说了这个故事，我就说，所以我才没有跟你们联络。而那个朋友很贴心的说，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些事情呢？我管你变瘦变胖，
你就是我的同学，你为什么要因为这样而不跟我们联络呢？当下才意识到说，真正疼你的人他不会在意你胖或瘦啊，那你为什么要因为自己的自卑而断了这些所有的原本可以很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每一个人来到我面前跟我说，其实你可以。因为其实人最可怕的就是自己先否定掉自己。当你自己否定掉自己，其实很多东西你根本都看不到。你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我以前很胖，我以前最胖的时候159。159，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最胖的时候有159公斤。天哪，我的93算什么啊？对啊，所以你刚刚讲93，在我面前看讲，小也还好啊。我真不夸张，我以前最常就是上计程车，那种大半夜啊，通常司机大哥都以为我是荣祥，因为我那时候也留个长头发，我那时候留长头发绑辫子，我最常就是被误认为我是荣祥。我可能就比较好一点，是我从来就没有自卑过这件事情。为什么比较没自卑呢？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就是成龙啊，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叫洪金宝，其实他也是胖胖的啊，然后只是他也蛮灵活的，以前也没有那么多大尺码，所以我都要跑到那个天母美国学校那边，因为那边老外多，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店是从国外进一些大尺码，就比较没有那么没自信啊。追女生当然就会比较没有自信一点点啊。我其实蛮能够认同，是因为我曾经也看过几个朋友年轻的时候就意气风发，他可能踩对了一个什么时间点，然后他上去了，可是可能有一天他的生意没落下来，这个时候打回一般人，然后他就会觉得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你找他社交，找他出来吃饭，他都觉得他不要，你知道吗？人总会有一个坎，他自己过意不去。我也觉得像这样子要突破自己的心坎，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包含你同学这样跟你讲，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真的那群同学是好同学。对啊，我身边有很多天使，包括丽英姐，包括这些同学。对，所以这10年多，其实渐渐的觉得我就接受了吧。对，那之后怎么发展那是新的事情。你为什么因为过去的伤痛而让自己卡在这里呢？我刚是想要问是说，因为你说10年嘛，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让你觉得你已经克服了这件事情？就是我刚说的接受，不管我今天胖瘦高矮，我都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啊。然后我也不会因为太胖而没有戏演啊，而我应该把每一个当下都做好，而不是我瘦了才要干嘛。我们都会觉得我瘦了才要去追女生，或者是我拥有多少钱才要干嘛。可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件事情，你根本不会在意你高矮胖瘦，不是吗？那如同你们刚提到一个问题，叫做没有钱怎么办？可是如果我在做的是我很喜欢的事情，我怎么会在意有没有钱呢？对，那我可以反问一个事情，如果我今天去做了一个行业，是你每天早上睡醒都很痛苦，然后你可以赚到钱，可是你那一个月无时无刻你都是一种我不要上班，我不要上班，我不要上班，然后你可以赚20万，你可以花得很爽。那我可能月入2万5，但是我每1秒钟都在做我喜欢的事情，哪一个是幸福的？我可以马上回答，就是我不用钱，只要快乐我就做了。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件事。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以前是在 IT 公司上班，其实写程式的薪水很好，后来想不开去开公司的那一刻，我就每天只能吃卤肉饭，我连续吃3个月。但你问我说开不开心，我觉得很开心啊，至少你每天起来不会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痛苦。更惨的就是我现在出来就是开了这间公司嘛，更惨的薪水更少。虽然说每天工作时间超长，但我真的最开心的是每个礼拜4的录影，因为我们每个礼拜4就是在听一个别人的一个故事，听到有些观众留言跟我们说，我们帮助了他走过他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像我之前也看过一些讯息，就是我记得以前屏风表演班好像除了演舞台剧之外，其实也有在接受一般的民众可以去体验，开了一些像这样子的课程嘛。各大剧团其实都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后来也有做这件事情。那原因是因为我会被抓去一些电视或电影当表演指导，就是变成可能他们要拍戏，然后陪那些新演员训练，陪他们长角色，然后理解剧本或什么。因为我自己是个表演者嘛，所以我其实是非常讨厌教课的。可是那讨厌教课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想演啊，为什么我花时间教你？我一开始的角度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很不喜欢教课。可是我还发现，其实你在陪那些演员长东西的时候，那也是一个成就感。延伸到后来，我去陪一些素人上课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全宇宙的人都要来上表演课。原因是因为表演是人嘛，我们演的是人的故事嘛，所以我们就要研究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这些其他东西嘛。那回到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反而到后来，我教学生更多的会是准确表达，跟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让别人不舒服了，反而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而且什么叫做全宇宙的人都来上表演课？因为生活当中的你不也是别人的小孩吗？你是别人的爸爸，你是别人的上司，你是别人的下属，我们一直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切换啊，不
都是表演吗？只是你是很真实的活着而已啊。那我们在学的表演是把它拆开来，然后在舞台上或在镜头前面演他的人生给你看。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连你爸妈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懂了，你跟我说你会演戏，我不相信。这个是其实蛮深的感触是，因为我后来就自己创业，那也很忙。其实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妈妈跟我讲一个说，我觉得你太忙了。我那时候就第一个直觉就是我就自己在创业，每天都需要工作，我那时候还要做客人，我觉得很忙是很正常的。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想一想，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我妈妈觉得我很忙。我的认知在这个工作上很忙，是在这个角色上，可是我妈妈抱怨的忙是在做儿子这件事情的上面，不应该这么忙，而忽略掉儿子这个角色该去呈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出来。所以我那时候才发现，人其实是蛮辛苦的。你有时候得演好一个好老板，甚至演好一个好的合伙人，甚至你需要演好一个好的男朋友，演个好儿子，所以无时无刻好像都在演戏，是都在演。什么时候才是演自己？其实我觉得就是睡觉，自己一个人的那一个状况之下，你才是你自己的。为什么我也蛮建议他们可以去学像这样子表演的东西是，比如说我们像做业务性质的东西，其实你必须面对不同的人，那每个人他喜欢能够他跟他对平的特质其实都不同。那以前我常跟我们的 partner 讲一个，如果你把业务能力，你就是演你自己，对，你会有人跟你买，可是你永远就是那一种族群跟你买，因为你没有办法符合其他族群希望他的业务的那个样子。别人常说人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道理在，就跟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个叫演戏的这件事情，叫做面具嘛。到后来就觉得其实不是面具，你还是扮演你自己，只是你学会了另外一种的方式跟人家相处一样。以前我们常就是比较不懂事，就是我们必须戴着不同的面具面对不同的人，其实那是最肤浅的说法。对，也是经过来宾跟我们分享，我们知道原来不是戴着面具扮演不同的人，而是站在这样子的岗位，你本来就必须是呈现是这个样子，好像戴着面具的人好像是被迫的，很虚假的感觉，对，很虚假的感觉。反倒是你有没有办法在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上投入的去做好现在你该扮演的这个角色。那这也是现在这个世代蛮多人问题，就是每个都想做自己，反倒是忽略了旁边的人其实不需要他这个样子的，他可能其实是更需要他希望他看到的他的那一面。最近在演的《文雄与秀英》，我们其实就是在同一个场地2个月，我们演51场。我们标榜着就是一种你下班之后不知道去干嘛，就像去看电影一样，去看戏吧，买着戏票就走进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发现蛮好看的，而且我们有7个组合，我们有不同的演员。于是你看过之后发现那我后天去看那个另外2个演员演不一样那我再看另外一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钩子。我们现在开始长销剧就是一种不同的组合，就会把观众这样骗进来，然后看完之后发现好好看哦，他为什么演的完全不一样啊？那我再看另外一个人，然后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在当观众的时候，我也是看完这个组合觉得那我好好奇你会怎么演，你会怎么演，然后演完发现完全不一样天哪！文雄与秀英它其实很有趣的点是，我们其实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对男女一辈子的爱情故事。但是我们一开始先让你们看到2个老人家，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让你看到中年的时候，原来他们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他们在吵离婚，在吵老婆因为当初跟着老公来台北，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老公就是一直忙工作，所以他需要休闲娱乐，所以他就去钓鱼，完全不在意老婆的感受。老婆就觉得小朋友养大了，我要走了，然后就发现原来他们以前有这一块，那为什么他们老了之后他们还在一起？所以没有离成嘛。然后我们再让你看到20岁、19岁的时候刚谈恋爱的时候说我一定会爱你一辈子，然后你就发现原来最前面是这样，然后就把你整个串起来。我们是韩国授权的翻译剧，然后我们在地化变成台湾的故事。他们这个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我们号称不需要明星，就是让你纯粹的看这个故事，只要2个很好的演员演，你一定会被打动，然后你会投射到你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很喜欢举个例子是，我一直都以为我爸妈一出生就是40岁，我小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是中年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有年轻的时候，不是吗？然后再翻那些旧照片的时候发现那是泛黄的照片，我爸穿喇叭裤他骑韦氏牌，屁啦，这是谁？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有那个过去，他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都一定有他的过去。而我们的戏就是让你读到原来你的阿公阿嬷过去有这个，然后你的爸爸妈妈过去有这个，其实有这个，而小的时候是那个样子。于是我现在中年，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会看到过去的年轻的时候那些美好我都没有珍惜，然后看到老的时候发现这是我的未来，我应该要怎么去修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号称全年龄都可以来看，因为你年轻的人你可以看到未来嘛，那如果你是老年就发现我的那些美好的过去都已经没有了。我觉得是蛮有启发的，因为像我那一天看完之后，我就会想说，到时间我想要带我妈妈去。我觉得看完那部戏，我才能够比较能够想象说，原来他们年轻的时候
的相处是这样子，遭遇的状况是那样。当然，我觉得大多数年轻人可能不懂，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活在就是有手机的时代，我们有经历过 BB Call 的时期吗？还没有 BB Call 时期，那他们怎么去约对方？他们里面就有演出来这个互动的过程，就是一种我写信给你，跟你说约在哪里啊，你没来，完蛋喽，完蛋喽，找不到人喽。然后明天再说为什么你没来啊？我有去啊，可是你先走啦。我小的时候约也都是这样啊。我现在其实也蛮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走比较久，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走进去舞台剧来看看这一部。因为我前阵子有去看过他们的试映场，一些小巧思上面的安排很好，最后的结尾有一段表演的方式是你大概能够恍然大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原来是这样子，后来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用倒叙法的方式还不错的原因是，等于说一开始演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爸妈的这个现在的状况。比较好奇就是比如说这一部戏你要演50几次，会不会每一次在演，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基本上会，因为没有一次是重复的，每一天的心情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既定的台词跟所有的丢接排练都是一样的。可是你一定会因为今天对手可能嗨了一点点，你就跟着嗨了一点点，然后观众的反应更大一点，你就想说逗观众乐。所以这个也是剧场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如果是录下来的，它就是永远都是那样了，它不会因为你今天观众多了更多人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剧场它就是血淋淋的站在你面前，每一天都不一样。因为其实蛮多的人还在这个圈子当中持续的奋斗跟努力嘛，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说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够喜欢，你就会坚持下去啊，就这么简单啊。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一个人，你24小时都会等他的电话，不是吗？他去哪里你就去载他，你会愿意去付出这件事情的啊。可是如果你今天做了2、3次，然后你就觉得我不要了，你就没有那么喜欢他。我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表演系的朋友分享过一个很酷的事情，他毕业了20几年，但是他一直没有火红，但他一样是戏接不完。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旁边一个朋友跟他说，你的演戏演20年了，你都不红，不要演了吧你。从旁人的眼光会觉得说你必须要红了才叫演员，但我那个同学他就说没有啊，我这20年来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演戏是因为我喜欢演戏，不是为了要红。我红跟不红有关系吗？那就像我今天开的这间餐厅，我就一定要开200间连锁店我才叫成功吗？成功是你永远都知道你在干嘛，你喜欢，然后你觉得过得很开心，这才叫成功吧。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坚持跟不坚持，就是你如果喜欢你就会做下去，就这样。那如果你觉得我想放弃，那你就放弃吧。那最后可以请我们浩洋帮我们介绍一下文雄与秀英的这一部戏的一个介绍。文雄与秀英就是一个很朴实的故事，这是一个全年龄层都可以来看的故事。欢迎你们下班就走进剧场，欢迎你们也可以约你们的亲朋好友，就像刚小欧说的，带你的爸妈来看，一定会有很多的共鸣。然后我们在5月3号到6月30号，我们一共在空总剧场演51场，请不要说你没有时间，51场你怎么会没有时间进来看戏？然后我们有7个组合，基本上是7个不同的戏，欢迎来解锁每一个演员。因为他们有提供2张的兑换票，这个兑换票有3个场次可以去做兑换。如果说大家对这场戏有兴趣的伙伴们，那也麻烦你们看一下我们留言的置顶处，我们会把相关的抽奖的办法放在那边，有兴趣的伙伴就赶快去填写相关的资料，那我们会在1个礼拜内去抽奖完毕，然后把这个兑换票的方式跟你说。如果说你本身对这种舞台剧的表演，或者你对戏剧的表演，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有人生的相关的体悟，或者是相关的经验，有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或者是你有任何对这一集看完的感受，也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都可以。好了 ，Fuck Life， 看有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勇气啊，我们就下集见，拜拜。拜拜。